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潇，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岛连线。我们这个岛岛连线呢，终于在世界杯结束之后的第一集大家呢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呢？有些人很关注，有些人没关注。不过这段时间确实全球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全球的主要的焦点确实很多都摆在世界杯上面。我们可以从各项各平台各种数据观察得到，流量都跑到了这个世界杯确实相当的一个吸睛从一个总量上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届世界杯应该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不管在人流、金流或者是在物流各个方面的呈现非常的强劲尽管呢，这个对于这个亚洲国家来讲，人口最多的几个通通都没进去不过，这不只是东方两大国，好不好？第三大印尼他也没进去，第四大巴基斯坦也没进去。大家知道世界人口前5强，印度、中国、美国，然后再来是印尼，然后再来是巴基斯坦。真是5个里面只有一个，我相信FIFA 老总这个确实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凡蒂诺已经发话了，要研究继续扩大参赛队伍。没错这个据说未来想扩大到64强不过在我看法里面可能要扩大到108强这世界108好汉，这个时候就可以保住两岸四地至少有一队可以进去至少我相信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总决赛我个人是看完了，然后这个王潇刚刚从美国回来，也去现场看了世界杯。你分享那集我也看了，真的是热闹非凡那我们为什么从世界杯切入呢？因为我们要从世界杯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场盛事盛典的背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而跟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有什么关系？还有中美竞争有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包含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台湾发生的这个毒油风暴，它也有所连结性。另外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面上也有一条脉络的呈现。这几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凑在一起这就是岛岛连线厉害的地方怎么帮你连连看，怎么让你洞彻世界的本质所以第一个先来请教一下人就在世界杯现场刚回来的肖哥你在世界杯上次你观察的是美国的社会面那这一次我们进一步这个非常成功的世界杯背后，那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川普总统坚持在台上拿着大力金杯不愿退场，想要跟冠军队西班牙一起来嗨。这个时候我想这个梅西可能想说，如果我也是总统该有多好，我也来再拿一次杯子好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呢非常能够反映世界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故事我去看的那一场是西班牙对比利时，我们到达洛杉矶的时候是比赛的前2天，那么那个时候呢，洛杉矶市中心很干净，没有流浪汉，而且据说，因为我没有去使用他们的公共交通，所以呢，我只能说，据说公共交通也搞得非常干净。等到7月10号，我们那场比赛看完。第2天，这个街上慢慢的流浪汉、大吼大叫的人、各种僵尸人，就是吸多了，然后突然就定在那里那种人，就都出现了。那个味道也出现了，整个大街上恢复了美国大城市中心的往日的那种形象。然后呢，第2个故事就是在世界杯的场馆周边和内部，你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的世界杯的氛围。但是如果一旦到了场馆之外，你其实不太能够感受到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我们在洛杉矶的其他地方，世界杯的氛围是不浓的这个是第2个事。然后第3个事情是因为我妹妹也在美国，然后我就在去洛杉矶的这个时候呢，也去跟他吃了个饭，然后呢，我跟他对象聊天，他对象就是白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美国办了2次世界杯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改口，管足球叫真正的足球，你们一定要管它叫 soccer。然后他说，对的 ，always soccer。所以这个是3个我想要讲的，就是世界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届世界杯办得非常非常成功，因凡蒂诺尝试已经摸到了世界杯到底可以搞多少钱。可能这是一个顶端了，因为等到下一届这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摩洛哥
就回到这个欧洲和非洲去举办。然后呢，他要回到这个欧洲去举办的话呢，能不能炸出来这么多的票钱？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美国是一个体育经济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大家对于看比赛这件事情，它不单单是一个生活习惯，不单单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看比赛是一种社交方式，是一种面子问题。所以说，在美国去看比赛，跟你在全世界其他的地区看一场体育比赛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我能够从一些侧面给大家分享到的，我这一次看世界杯能够感受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录制今天是这个北京时间的这个20号，然后今天早上就是3点钟的时候呢，我就爬起来看了这个决赛。我是昨天晚上8点钟就睡觉了，因为我为了看这个决赛，很多人是熬夜看球，我是提前起床看球。推荐大家也要尝试一下这个，对吧？养生小妙招就是早睡，早睡早起。我这看球，然后呢，我就感觉啊，也是非常的感慨啊。这一次世界杯会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场内虽然也很精彩，但是你会发现场外的影响因素非常多，而且这个因素主要来自于哪里呢？主要就是来自于美国。我们从3个侧面来看，第一就是刚刚开赛的时候，伊朗队所面对的遭遇。很多人觉得伊朗队可以进来踢球，所以说他们好像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首先今天足球这个比赛已经非常非常工业化了，它不是只是11个人在场上踢球。首先第一，它有大量的候补的体系，如果说你一个人踢坏了，你能不能有人换上去？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你的整一套后勤体系，助理教练、各种营养师、按摩师、医疗等等等等人，也就是如果这些人在场上踢出个所以然，踢出个好歹来，有没有人立刻给他们提供支援？第三就是稳定的训练和对于场地的提前熟悉，这些东西对于伊朗队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是谁干出来的呢？这个是美国人干出来的。所以之前我跟那个 AJ 小外聊的时候嘛，我说伊朗队的遭遇的不公啊，因为 AJ 小外这个人每次聊天的时候都会给你点俏皮话嘛，他就说，哎呀，不一定，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害怕保护不了伊朗队。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这一次伊朗队能进去，但是伊朗的很多后勤人员是进不去的。就是他在踢比赛的时候，每一个伊朗队的球员，他不单单要踢比赛，而且他还得搂着踢，他不能踢伤了。他如果一个人踢伤了，现场是没有人能帮他的，这是很大的问题啊。那你是怎么能够后顾无忧的去踢呢？第二个场外因素就是美国队在特朗普的这个压力之下，获得了一次红牌延期1年执行，啊，非常荒唐的一个行为，但是就是令人有点无语的一个行为。人家说红牌有王牌大嘛。对，红牌没有王牌大，但是人家就讨论了这个事情嘛，人家就说，其实这件事情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他可能觉得自己很牛，对不对？我能让这个国际足联为我开路、开绿灯。但是另外，其实从美国队的角度来说，你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就感觉，哎呦，哪怕胜也胜之不武，然后呢，哪怕败又会败得很难看，因为你相当于你破坏规则的情况下，你还没有赢嘛。但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美国在这个国际赛场上面，经常能够通过各种明里暗里的压力，让这个国际组织为他专门开绿灯。当年跑步的运动员不是可以获得就是另外开一场重新加赛的这样的机会吗？我们大家也记忆犹新。所以说，只不过呢，以前都是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法，这次直接打电话，总统直接打电话。我觉得就是以前大家知道破坏规则不对，所以我要暗里暗搓搓的搞。这一次呢不是了，这一次是直接明着来，就是直接打一个电话过去，一把手对一把手，告诉你，哎，直接给他开绿灯。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事情就是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结束了之后，这一次是美加墨3国共同举办，但是我们看到啊，加和墨，哎，存在感非常低。加和墨的领导人呢，来这边颁发了那个专项奖杯啊，金球奖、金靴奖啊，这个等等等等，还有新秀奖。金靴奖不能颁，因为金靴奖那个姆巴佩对金靴奖回家了，对，不在了。金靴奖到可能要寄给他，但是呢，这个凭借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一次的遭遇呢，我们担心就是这个金靴奖寄的过程中会被寄丢，是吧？当然这开玩笑，这开玩笑啊，开玩笑。好。
更多的聚光灯当然还是在这个咱们特大统领的身上，每一个奖牌，然后呢跟这个著名的队员、教练等等的握手，然后最后呢他跟印凡蒂诺一起抓着大力神杯颁给了西班牙。同时呢，在西班牙举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离场，他是站在了西班牙队的旁边。也就是说呢，未来啊，不管到未来的哪一天，只要啊大家要回顾世界杯的历史，他呢一定会出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对吧？虽然啊，他作为美国总统已经青史留名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全球最火的这个运动的历史上也做到了啊青史留名。以后哪怕200年后、500年后，只要着后代的体育历史学家要去做一个纪录片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的，照片一拿出来，哎。旁边有一个穿着宽大的西服、打着红色领带的一个金发的魁梧的人在旁边啊，一起鼓掌。哦，对，我还观察到另外一个侧写，就是我们说第4个，刚才我说3个，但是应该是4个。这第4个侧写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关系。我就这一次的世界杯也反映了某一些的这个国际关系，就是以前大家去支持一个球队，可能更多是因为球星，可能更多是因为你喜欢的队伍或者一种体育的精神。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次连支持的队伍都在快速的政治化。以色列对阿根廷表示了支持，而巴勒斯坦人表示支持西班牙人，因为当年在西甲巴萨夺冠的时候，亚马尔高举巴勒斯坦的旗帜来进行了一次游街。所以说这一次的世界杯，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国际关系都被囊括在内。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一次是叫做场外的信息影响非常非常的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侧写。当然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来说还是令人感慨的，虽然我们说有这么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呢很多人说太能赚钱了呀，票太贵了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体育赛场上面看到了很多我觉得很好的事情。首先呢，这次增加了这个参赛队伍，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佛得角、像这个库拉索这些国家的出现，让这些第三世界中的小国，他们能够用某一种方式可以在国际上面获得一定的关注度。比如说库拉索，因为库拉索不是对阵了一次德国嘛，然后呢这个库拉索的教练就说了，说在那几天德国人反复的去讨论库拉索，现在整个德国人都知道库拉索在哪里，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够了。然后呢在佛得角的这个一个球迷，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佛得角对战阿根廷，那你怎么看？他们并没有如临大敌，他们觉得很放松，他们甚至说可以跟梅西对阵，这是他们的梦想，现在梦想实现了。哎，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很多体育竞技的精神，这个依旧是我觉得人类世界或者人类文明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信心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大人物操纵这些规则之外，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真正的第一线的那些参与者，还有这些为了生活不断奔波的人，他们在每4年一次的这些比赛中，依旧有一个机会可以不用考虑那些非常烦人的事情，而是可以把注意力和精神放在梦想、放在热爱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体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当然了，世界杯期间，我觉得虽然它确实是一个超级流量池，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中间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新闻。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以新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谈话节目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我们这个是一直就着世界杯聊世界杯。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导连线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探讨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昨天我在跟历史哥聊这一期我们要聊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历史哥自己说他还是一个这个太空的爱好者，对吧？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天文社的社长，所以一直都是一个天文社社长。对，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业余的天文迷啊。虽然说没有到现在就在第一线啊，不过刚才肖哥在讲的时候，其实太酷了，我是一个很有感受的。所以我就说，这一次在开赛之前和开赛中有2个事情。开赛之前是 SpaceX 上市 ，SpaceX 上市在那一瞬间，马斯克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人类，对吧？他的个人资产是突破了1万亿。然后呢，第2是这个在开赛之后，在比赛中间，在我的老家海南，中国人也实现了这个火箭回收。所以说这2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也是期待说你这个已退役的天文社长能不能来分享一下这宝岛的见解还有这个视角。我觉得有2个事情我们就是来讲一下。第一个是回应一下刚才肖哥关于世界杯的观察。我认为现在的美国有一种这个魔法帝国末期那种马戏与面包的感觉啊。虽然美国呢不是一个以这个叫做社会福利见长的国家，它对于这个
的面包的提供比较有限，但马戏却是演的十足的好啊！因为这个世界杯真的，我可以这么讲，这个排场是有史以来最屌的，有史以来最好看的。那个世界杯的开幕式，它的中场，你看开幕式还找了这个知名的摔跤播报兄弟啊来做这个开场，然后这个拉那个特别的长音，我自己国中是很迷那个 WWE 啊，这个世界娱乐摔跤哈，对，就江西南他们那里啊，就可以看到说这种摔跤播报是让我这种梦回高中国中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排场之巨大，然后还有美国人对于这种体育赛事的氛围的拿捏跟掌握，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世界杯确实可以让人家感受到这个。但是大家也知道，美国现在社会的问题之严重啊，极其分裂啊。根据这个盖洛普的民调啊，美国进入有史以来最分裂的时刻啊，因为从有数据以来，就从本世纪初以来，它的调查没有过这么分裂的状况。美国现在啊，共和党的选民认为川普干得好棒棒，51%；民主党选民认为川普干得好的只有11%，差距4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巨大的温差，就美国社会出现一个非常分裂的状态。然后呢，老百姓呢也分成两种，一种呢就刚才这个肖哥说的嘛，在路上当行人僵尸嘛；另外一种呢过着纸醉金迷嘛。其实他们很多在看球的时候就是这种高强度的社交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罗马帝国末期那种面包与马戏啊的具体呈现，就是罗马人他到底过了什么？罗马帝国在这个罗马后期的时候强不强大？看起来的罗马帝国依然十分的强大，但是帝国漏洞百出啊，那到处都是问题啊。这个边境的蛮族啊，从比较早的高卢人到后来的日耳曼蛮族，到各个方向的这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对罗马帝国的这个分食，然后内部的危机，甚至出现了宗教的分裂啊等等各种问题啊，就是罗马帝国几乎罗马皇帝不是在打仗，就在打仗的路上，要么就是在战死的路上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那这不跟美国很像？美国几乎就是在打仗或者准备打下一场仗，和谈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罗马帝国后期啊，虽然我们知道罗马那种所谓的古典式民主跟我们今天的西式的 democracy 是不一样的，但它有一点呈现是类似的，就是提供政治支持基础的人群，他们是需要情绪价值的。为什么罗马帝国后期这些罗马皇帝积极的提供罗马市民很多的情绪价值，不管是让他们麻痹在面包与马戏，或者是强调他那伟大的战功，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今天的 Trump 其实就是在提供类似的概念嘛，所以也有人戏称美国是第4罗马嘛，第1罗马在罗马，第2罗马在东罗马，第3罗马在莫斯科罗马，第4个罗马就在华盛顿罗马，这不就这个概念？所以我感受到的是，在非法这个史上最伟大的成功之下，它有一种这样巨大的温差，而刚好这些温差就可以具体去呈现为什么川普要去干扰红牌，要亮出王牌比红牌要大，我懂王的牌就比你这个红牌大。第二个，为什么要强行的刷存在感？2个 president 只是一个是总裁嘛，非法总裁，另外一个是美国总统，2个 president 共颁金杯，过去从来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吧？第3个，明明3个都是主办国啊，那奇怪了，就你美国总统比墨西哥总统比这个加拿大总理还要大，就你都可以办特别的多，这是为什么他要去拒绝呈现？我想这个里面有他去提供这个价值，还有为什么要去搞伊朗？那伊朗队被搞得奇惨无比啊！伊朗队是这次抽筋抽得最惨的一个球队，因为没有队医。没有防护员，大家知道，刚才肖哥讲的非常精准。现在的运动科学之发达，它是一个工业化后的产物，它是非常精准的。任何时刻，大家知道，世界杯的球队，它的资源团队最少是1对1，就是说一个球员至少会分配到1个后勤人员。那比较大的球队，甚至是1.5，甚至是更高，甚至到2，甚至比更高，它的这后勤团队之庞大，就可能球员搭一台飞机，后面可能有2台飞机是这个后勤团队的这种概念，就是1辆巴士在球员后面3辆巴士在后勤团队，从教练、各种助教，然后各种的支援人员、队医什么护理什么的全部，然后自己配营养师、厨师这种概念，它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所以为什么这些强队他们是有很大的一个资源是这个样子哦？结果伊朗什么都没有，他甚至被迫住在这个墨西哥。所以他每天呢，就是到场的时候，人家已经练习一段时间了，结束就要马上离场，也没有办法去做冰镇啊，各种方式。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球员在高强度踢球之后，他的这些肌肉的这个纤维是断裂的，它是发炎状态，它堆积乳酸，他必须马上进行处置。为什么球员结束之后都要包起来，然后进冰桶，然后后面做按摩等等的？他是要让他维持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这个样子。那这些东西伊朗都没有，那为什么要搞他？让选民嗨啊！我美国就是赢1-2头啊，我就是能恶心你啊，那这不就
究也是一种面包与马戏的，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一种 MAGA 形态嘛。这种 MAGA 形态就是全球目前所面临到的西式民主的一个状态，就是网络的极化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 society 就是主要就是在 internet 上面嘛，所以它要能够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 society 里面不断的去呈现出来说，我这个强硬的一面，我们这个 MAGA 伟大的一面，情绪价值的一面，其实它就是跟现实的这个做结合。所以我讲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在 FIFA 的这个现象的背后啊，这个西式民主已经被这种极化选民所主导的一个样态啊。那再来回应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这个王小问我的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啊，就是说作为一个业余天文迷啊，怎么看待最近的科技发展？那怎么又跟我们刚才这个现象挂上关系呢？大家了解到，其实 SpaceX 是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绝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它的猎鹰重型哦，它是史上最成功的航天或航太的一个发射器，它可以反复的回收，而且非常廉价，是一个超强工作嘛。我们知道这个太空轨道分成近地轨道，然后这更长的这个偏心轨道、同步轨道，它是有好几层次。一般来话，主要看就是近地轨道跟同步轨道的发射能力。近地轨道就是说，它可以抵达太空的最低的稳态哦，它可以不断在上面运作。那因为近地轨道有个优势是它绕地球非常的快，所以呢，地球自转的状况之下，它可以几乎全覆盖整个地球的一个各个面向。那如果是同步轨道的话，它是定在地球的一个面上，基本只要3颗卫星，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地球给包覆起来。这个是同步轨道的概念。那同步轨道因为当然更远，它所需要的燃料更多。那近地轨道呢，这几年非常的夯，除了什么？因为经典的通讯卫星它靠的是同步轨道，它就是靠3点来做的。但是现在的通讯卫星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星链嘛，低轨通讯卫星，基本上就是把基地台或大陆叫基站搬到了太空去进行，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近地轨道发射能力。那这个在大陆也有一个叫千帆计划，但大陆的千帆计划有点割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陆并不希望透过这个美国的卫星或者美国的这种商业采购去执行这个千帆计划，还是希望透过自身的航太航天的能力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发射工作。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就是一次性火箭，那它的消耗是巨大，而且太过昂贵。那这类的卫星，它的有个特质是什么？数量要多，重量相对轻，然后体积相对小，所以能够一箭多星，并且能够用最低成本发射到近地轨道，那这就是整个的关键。所以为什么马斯克早就已经瞄准了他的近地轨道，而且用可回收火箭这件事情，他的猎鹰系列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就是 SpaceX 为什么一上市之后，它的股价冲破了天际，让马斯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突破1万亿美元身价的男人呢？因为大家发现整个科技的未来啊，出现在2个方向，一个是在 AI 的应用跟实体落地，另外一个就是往太空发展。因为人类已经基本把地球开发的差不多了，剩下也不能再开发，再开发下去，那要造成环境生态浩劫了嘛，不能再玩下去。所以这个往太空的发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前阵子哦，如果有关注的话，大家知道美国人其实已经重返月球轨道了，还没登陆，但重返月球轨道，他强行的发射了一个月球的绕了一下就回来的月球的这个发射器嘛，他们宣誓要比中国人更早回到月球面上，好，这个部分要证明自己当年不是在好莱坞拍摄的，好，这是玩笑。但所以我们这一次我就很关注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就在肖哥的老家海南，这个长征10乙，或者我们可以叫做长征10B 的火箭，它成功的使用了这个可回收式火箭，而且呢，第一次发射就成功，真的让我惊叹异常。还有就是它采用的技术也是不一样的哦。从目前的这个商业运行的成熟模式来说，其实 SpaceX 绝对是全世界上最领先的头部啊，没有之一，因为它非常成熟，它已经成功回收超过300次，而且呢有大量积攒的订单，根本射都射不完。好，这个马斯克就卯足全力射也射不完，订单太多了，大家的需求量很大。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这种工业化的全球普及性嘛，其实各国都经常设计自己需求的卫星，不管是国际合作啦，或者是自制啊、研发等等的，还有包含微型卫星等等，所以它的需求量非常大。它主要在近地轨道上面呢，这个就是所谓的 LEO 啊，它的运力可以达到22.8吨，而且是回收模式，这是非常非常成熟，这是成本最低、商业化最成功的啊，人家人称叫打工火箭啊，非常能够打工啊。这个对比的话，长征10
B 啊，或者说我们说这个长征10乙啊，第一次发射就能成功，非常牛逼。它的运力呢，目前可以来到了16吨，其实已经是非常强大了，大家知道。而且长征10B 啊，也是目前可回收火箭呢，这唯二，就是在除了美国之外呢，中国是第2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个部分。而且呢，它也是可以一箭多星。还有呢，它所采用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打断一下历史哥啊，并不是唯二，因为呢，在这个大陆成功回收之后呢，日本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回收。我有看到。对啊，对，它发射到半空中，然后又降落。你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报吗？他说东亚集中爆发了新一轮的太空的这个竞赛。哦，这日本有个综艺嘛，就是那个让那个学生在那个学校的楼顶对下面的人喊话嘛，喊话说真心话。我当时看我说，哎呦，你这个火箭厉害呀！这个火箭这个飞行的高度啊，一不小心可能会烧到那个小孩。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打断了，还有你回来。我们要谢谢日本参与这一轮的搞笑担当啊。提供了很多趣味性啊，就等日本人可以真的把火箭打到太空，然后成功回收，我们再来跟他讨论一下。那我觉得这有一个点是大家要注意到的哦，就 SpaceX 所采用的回收技术是什么？它是用桨，就是它是用支架，4根支架。而中国所采用的技术呢，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系网，它是用这个4条钢缆，然后呢，火箭下来的时候，我用钢缆去定向，然后用挂钩勾住之后，下面再用4条钢缆把它给固定住。好，所以用个井字形的方式，这个是全球独一档的一个技术。虽然这样的技术层次在航天航太的这个论文来说，大家都讨论过，但是把它真正的具现化实现，那中国是第一个，而且还为了这个造了一艘很大的回收船，3万多吨。那这又不得不讲到说，为什么中国可以有这么大的回收船？因为中国现在造船猛啊。其实我讲这个中国大陆，它是利用供应链的优势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人观察到说，这个回收的那个挂钩啊，就是火箭上那个回收那个挂钩啊，长得很像那个拦截锁的挂钩啊。我先讲啊，对比拦截锁的飞机的挂钩啊，这个是小菜一碟。为什么？就是火箭最后缓着陆的时候，它的整个的速度是趋近于0嘛。就火箭虽然重，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拉扯的力道相对是低的，不像这个航母上面的飞机弹射，它回来的时候，它出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呢，那个挂钩的强度啊，那差距还是挺大的啊。这个火箭上挂钩呢，就是一层薄薄的钛金属去构成的，它的结构强度够硬就可以了，不像是这个我们弹射飞机啊、战斗机的这个拦截锁这个挂钩啊，它的那个强度那就是要强的非常多。所以这个上面呢，我觉得以这个强大的供应链来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是应用上了各部分的一些技术啊。你想拦截锁都能造了，那回收火箭的这个所谓的细网啊，或者说细绳啊，它的这个强度啊，其实都是能够负荷的啊。这个大家要了解到。所以因此啊，从这个太空竞赛的角度来说呢，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急起直追，因为一次就成功。对比啊，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西式民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表演嘛，马戏很重要。SpaceX 为什么那么喜欢炸火箭？它炸火箭就成本来算绝对是不划算的嘛。但是炸火箭有个优势嘛，可以向股东报告说，你看我们又成长了多少。炸一次火箭虽然是亏本的，但是从股票市场捞回来的资金那可是更多的嘛。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又对应上 FIFA 的这个概念？对 FIFA 搞得越浩大，它的这个商业价值越高。SpaceX 每炸一次火箭，你看它这个星链啊，它现在这个Spaceship 星舰发射非常好大，星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型的太空飞船，或叫宇宙飞船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每炸一次，它不但股价没有折水，而股价涨得可以更高。或者是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IP 可以更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是说科技的发展哦，在中国跟美国是呈现完全不同的样态。中国希望是求稳求好，并且能够呢尽可能的逐步到位，不求一步到位，但是逐步到位。而这个逐步到位过程中，每一步我要稳扎稳打，我不追求那种烟花式的高吸金度的。所以我发射第一次长征10乙，我是在所有的技术都验证完成之下，并且我所有配套都想好了。像 SpaceX 最早降落的时候直接扔进海里嘛，我没有要扔，我就是让它很平稳的降落在我已经建造好这个回收船，然后让回收船很稳定的把它给截住。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看科技的时候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同样的状况也呈现在 AI 技术上面的一个迭代，就是中国跟美国在这个 AI 的技术的迭代上面，它所呈现出来的外显的样态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肖哥有很深刻的观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2件事情做一个结合。那所以像 AI 的部分就请肖哥来跟我们补充。这个我也不能说是很深的观察，因为我肯定还是一个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我也不是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专家。我相信很多人在行业的一线的话，肯定
定会有比我们更加深入和深刻的一个了解。但是我更多的可能就是可以代表某一种看客的观点，就是平时会关注这个领域的这些普通人的观点。然后我可以说几点，我觉得第一个是刚才历史哥说的，中美在这个科技或者说在那个叙事上面的一个不同。我觉得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句话，叫做在 SpaceX 上市之后，马斯克在一个瞬间他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有钱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又知道 SpaceX 已经破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今天中美它如果表面上面来看是叫做两套科技竞争上面的叙事，但是更多的我必须要强调，我认为中美之间今天更多的像是一个叫做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叙事或者发展叙事。美国的一切是在服务于什么，而中国的一切是在服务于什么？美国的一切，我认为它是在服务于叫做金融市场。当美国人聊经济的时候，他的经济其实不是说美国人怎么样，他说的是美股、美债、美元，说的并不是美国人。然后呢，对于白宫上面来说的话，今天的美国经济好与不好，其实就是美国的股市好与不好。美国的股市好与不好，其实就是科工复合体。所谓七姐妹今天的好与不好，而中国呈现的是另外一种样态。我们可以强调，中国的科技发展最后一定要落到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用，你不能只给一个概念，概念是不成立的，你必须叫做概念加可用，概念加可实现化。所以中国的每次出现了一个新的科技概念的时候，我们特别快就会进入到一个叫加的状态，比如说互联网加智慧金融加人工智能加元宇宙加，这个加后面你可以放上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加公共治理、加文化传播、加市场发展、加实业发展，你必须要能够加到一个东西上面去。如果你仅仅是就着科技聊科技，那当然我们也是允许的，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是无法服务于整体的国民经济。当然啊，我们不说到底哪一个是更好的，对吧？因为今天我们依旧在一场就是说人类的科技的一个你争我夺或者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不想去贸然的定论到底哪一种叙事是更好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确实是两种叙事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叫做它就着科技聊科技，或者说就着科技聊金融，大家呢用一种概念把科技在不断的往前推，这是不是也实现了一些科技发展的结果成果啊？确实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但同时，我们看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在中国这边，是不是科技加产业也在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也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它也是的，这两个都是客观事实。所以我不想说哪一个是目前直接已经进入到结果的。那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放大到今天整一个中美之间的，你说技术竞合吧，我不想说技术竞争这么武断，我觉得技术竞合，因为虽然说在政府层面上，美国政府试图对中国大陆进行围追堵截，但是资本和人才是活络的，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量的人才在太平洋两岸在不断的进行一个移动。只不过呢，人才他一方面呢他在做科技研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学会了太平洋两岸的这个叙事逻辑。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人才去美国要钱，他就会说现在中国在搞这个，中国已经快要超过我们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这样的美国国会就会打钱。如果说你来中国跟领导汇报，你就说现在美国搞这个东西啊，搞得非常的快，而且呢，这个非常的有机会，能够创造很多的就业和创造很多的 GDP。而且呢，美国人现在搞这个呢，搞得风生水起。然后呢，中国的领导就会给钱，大概现在是这个样子啊。那好，今天呢，中美之间它的科技竞合的一个叙事呢，我们又可以落到叫做 AI 之间的一个竞合。因为其他方面其实美国已经不太争了，中国其实在除了 AI 之外，各个领域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其实对于欧美来说，这一块呢已经不太发展了。就是美国现在 all in 叫做 AI， 然后呢，欧洲干脆就是 all in 水平啊，瓶盖。那好，美国的在过去这个世界杯掌握着这个流量的时候呢，美国的 AI 领域发生了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是帕兰提尔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提出了对于 AI 的很多的我觉得比较有危机感的言论。然后呢，第二个事情是 Meta， 就是
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呢开始出售算力了，隐隐约约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 OK， 美国之前的叙事叫做我能垄断这场技术革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要搞这场技术革命，你就需要高端算力，而美国人垄断了高端算力，其他国家买不起或者不让买高端算力，对吧？全球南方买不起高端算力，中国不让买高端算力。但是你会发现，你一直炒作这个概念，但最后你要落地落在哪里呢？你如果要落在你的任何的一个场景里面，你就会发现，美国没有这么多场景来消化这些已经真金白银投入进去的这些高端算力所进行的技术发展之中，你搞不定啊！你没有这么多场景，没有这么多产品，没有这么多的产线去消化这些高端算力所孕育出来的这些技术进步。就在可能半年之前吧，我跟一个相关领域的这个朋友吃饭，他说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养得起这些已经投入进去的东西，你需要有大概2万亿美元的一个产出，哪里搞这东西啊？你难道指望这个什么 GPT 和 Cloud 卖那个会员能够赚出来2万亿吗？你最后还是要 to B 嘛。但是你如果 to B 的话，美国没有那么多 to B 人让你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当这2件非常有具体代表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 OK。我们来看第一，帕兰提尔。帕兰提尔，我觉得它不能叫之一，它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董王时代叙事下面的最大的利益既得者。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帕兰提尔大概他能够拿到的房屋合约只是数以10亿计的相关合约，但是在董王时代，他拿到的可是上百亿甚至近1000亿的相关合约，这种增长是难以想象的。你要知道，因为董王是25年才刚刚上任啊，现在董王才2年还不到呢，1年半啊，他拿到了多少东西？他是这里面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给自己拆台？这个我们打一个问号。然后呢，第二个就是 Meta，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 Facebook 或者说 Meta， 它可是整场游戏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它在游戏初期，它甚至是领跑的一波人。但是我们讲 AI 是这样的一个叙事，今天的 AI 它不是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在那里，然后我们谁先到达那个目标谁就赢了，不是的。在一个金融叙事里面，并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你到达那个目标你就赢了，而是在金融叙事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比谁跑得慢的游戏。后面有一只豹子，大陆有一个广告很经典的，就是那个极致糖浆，有一个豹子追一个女生，然后说你为什么要追我？他说因为我要极致糖浆，这很搞笑的，不好意思。在这场游戏里面，叫做你要做的不是跑到终点，而是你要做的是你比你旁边的人跑得快，你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可以。你如果是最后一名，你就会被那个豹子追上，然后吃掉。你会发现哈，为什么存储或者说那些东西涨价涨得那么厉害？你明明在那个美伊战争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以后，你的原材料价格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还在继续的投钱，还在继续的涨价？因为对他们来说，我还是要继续往里面猛投钱。猛投钱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技术目标在那里，而是因为只要谁这个时候投不上钱了，谁就死。我只要不是死的那个人就可以。Meta 现在很尴尬 ，Meta 现在在出售算力，说明他其实找不到变现的方法，而且他的这个出售算力让很多的这个七姐妹都非常的恼火。为什么？因为当你出售算力的时候，你在给我们这个叙事踩刹车。大家都认为继续猛投钱，我们最后会找到变现的方式的。但是现在 Meta 的解决方案是我找不到解决方案，所以说我现在要出售算力。你一旦出售算力，你就把那个金铲子的叙事给破掉了呀。就美国有金铲子，所以美国能够发展这一波技术革命，其他国家买不起金铲子或者买不到金铲子。但是现在你相当于说你会觉得金铲子对我来说有点产能过剩了。但我们反观大陆这边，你要知道中国大陆虽然说不是模型最先进，但是最近好像大家又说这个 Kimi 3是模型最先进的了。当然这个无所谓了，就是说模型这个东西反正是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更新一下排行。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陆由于被禁止购买高端算力，所以大陆叫做算力不足，可是大陆叫需求旺盛。我想问一下，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提供如此庞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就美国七姐妹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对大陆开放，但是今天由于政治的原因，它没有办法对大陆开放，所以它的这些东西它没有最终一个变现的场景。而大陆这边 OK， 那我慢慢做，反正总有一天我是能够做成的，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而同时，由于中国大陆我们
们有这些现实的遏制卡脖子在这里，所以说大家会想我们如何在效率方面提高我们的效率。比如说，现在你要知道，中国大陆的 token 每天的调用大概是100多万亿次，是远远超过美国的，就是跟美国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你就知道了，美国目前股市或者七姐妹真的值得这么高的股价吗？这个是我们要打的另外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当两个叙事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很有意思。尤其是我刚刚回国的这个周末，然后在上海这边西岸，就上次我带你去看那个 AI 展的那个地方，然后办了那个人工智能大会。然后人工智能大会上面呢，中央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话，他提了4点意见。一开始叫做技术叙事上面的不同，但是下面我们叫做技术应用在全球治理上面的一个不同。第一，坚持开放共赢，谁不坚持开放共赢？美国不坚持开放共赢。第二，叫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美国不在乎风险意识，不在乎安全可控。第三，叫做鼓励包容，然后呢促进文明互鉴。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这套 AI 叙事是全部人都听我的，大家只遵守美利坚文明的 AI 科技叙事。但是中国在这里并没有，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模型都是开源的。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美国是不做全球治理的，叫做美国治理，而中国人好像是全球治理。然后呢，在这个大会里面呢，中国还强调是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然后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这些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全球南方要建设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我们不是把大家给扔掉的。美国一开始的叙事逻辑就是我们能垄断，我们把大家全部都给撇开，美国能够垄断这一切，那么呢，你全球其他国家你没有机会了，你只能服从美国，你只能购买美国，只能是美国说了算。而中国不是，中国强调的是我给大家建这个合作的中心，我帮大家培训人才，在技术上面每个国家也可以在应用层面走出自己的道路。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点，我觉得跟你们这个闽南人是有关系的，叫做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和地区要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就是我们要知道，今年的上海夏天非常热，今年欧洲的夏天也非常热。气候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底谁真的在做气候变化方面的或者环保方面的科技，从产能、从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去搞环保。中国在生产端在技术端在搞环保，他反而不去折腾老百姓，并不是说什么老百姓你不许买空调，然后欧洲只折腾消费端，欧洲是不折腾生产端，而且呢只折腾消费端里面的底层人。冯德莱恩是有空调吹的，然后呢这个各个部长是有空调吹的，但是呢底层的这些公务员、底层的这些老百姓没有空调吹的。而且你如果敢吹空调，你就被人家打上这个保守派。人家说现在这个欧洲已经实现了礼法了嘛，就天子可以吹1.5匹，然后呢这个诸侯可以吹1匹，然后呢这个什么士大夫可以吹0.5匹，贱民不能吹。大家说这是真正的分封制嘛？就那个风是那个 wind 风力的风，分封制。然后人家说这个原来西周的西是西欧的西啊，开玩笑的是。但是很好笑，所以我觉得在技术叙事层面上面，大家也已经走向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道路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方面。而且从美国国内上面来看，就是你像现在这个沃什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他其实也在反映一些情况。就沃什他已经不向华尔街、不向市场提供信息了。你要知道，以前美股、美债、美元，它最重要的是华尔街能不能来进行操作，因为华尔街要进行操作才能够维护美股、美元、美债。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谁是真正在维护美股、美元、美债？是科工复合体。所以说，对于沃什来说，我不需要对华尔街继续负责了。你看这些什么数据报告、这些点阵图，他都不再提供了。然后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找呗，你们自己去找信息。那对于华尔街来说，我能去哪里找信息？那你就去各个部委找信息嘛。那各个部委提供的信息，那各个部委现在是谁？各个部委现在都是特朗普的人嘛，已经都换上这些忠臣了嘛。以前是这个特朗普战斗在敌人中，然后今天特朗普是已经换成了易水的忠臣。所以那你就要看信息，你就看白宫提供的信息嘛。然后呢，沃什现在只对这个科工复合体负责，但是我问你，科工复合体的利益是跟谁绑定的？又是跟白宫绑定的。所以说，沃什现在这个
给人感觉就是很微妙。然后呢，沃什现在也说了，说他要利用这个政策工具来缩表，来缓解通货膨胀，因为他的目标是可以降息嘛。但你这是不是要完成这个特大统领的政治目标？所以我说这几方面加起来，你就会发现到底大家在维护什么？至少中国的叙事目前是在维护叫做生产端和发展，还有能不能具体让技术普惠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然而美国呢？美国就是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反馈到金融市场里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我想这个2大技术其实就是目前整个华尔街炒作概念的核心嘛，就是 AI 跟 SpaceX， 就是太空航太的这个部分，它等于是航天航太的部分，就是说它这2大的炒作的核心，而炒作的概念其实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通讯其实它最终也是可以为 AI 所提供服务。我们看俄乌战争就知道了嘛，现在星链的畅通让乌克兰可以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做纵深打击。那乌克兰也公布了很多他们关于无人机的一些操作技术，其实就是利用 AI 去进行算法，第一时间它可以最快速的缩短讯息判断的时间，甚至都不用判断。所以俄罗斯也反击了，最近也推出了新的一款天竺葵无人机，它是用这个小涡喷引擎，它也是用算法的方式，我找到见到即打击，不用人工干预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其实这个航太航天的这个发展跟这个 AI 它也有很大层次的一些共鸣跟互动，而这些共鸣跟互动刚才有讲到，就美国人操作的方法是什么，而中国人操作的方法是什么，那要的方法跟目的是什么？中国目的其实是要把 AI 更加落实到现在已有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工业的供应链，还有这个技术能不能够落实到生活当中。所以为什么妈祖的提出，因为全球极端气候嘛，不仅是变暖，是变得更极端啊，更多雨、更干旱、更暖，甚至更冷。这个已经打破我们过去在学习地球科学的时候纬度决定论，你纬度在几度，你大概率就应该享有什么气候。现在不是了，极端气候的特点是什么？小范围、短时间、高强度。所以我们看从广西的大洪水到了东北最近也做洪灾，它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还有它必须要提前进行短时间的预判，因为它可能从雷雨包形成到暴雨，它可能时间非常非常的短。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压力是很大，因为中国人口高度集中在黑河腾冲线以东嘛，所以呢，这种极端气候对中国的危害是很强大的。因为小范围、高强度，那不就是针对人口密集的地方，你要做应对，它很困难，它的受灾的程度也很广。因为随便一个城市在欧洲可能1万人、5万人就是个城市的等级了，但在中国一个城市是50万人，那这50万人对中国来讲，那简直是小城市。对对对，那是小县城。小县城，但是那个洪灾就冲一个县城50万人就受灾啦，这可能市区10万人就受灾。在欧洲可能还好，因为欧洲的这个城市虽小，但它很密集。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就非常分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差异在这里，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不太应对极端气候？因为美国大嘛，所以它人口分布相对分散的情况之下，就算极端洪涝，它能影响的面积看起来很大，但人口有限。虽然美国人口其实很多啦，就是从全球的举端来说，但它实在太大了，它跟中国的面积很接近，但是它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4左右而已，就是略多于1/4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异。那我们从科技这个脉络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是服务于金融，而金融又回馈到选民的情绪价值。所以美国现在全民炒股啊，我们看一大堆人，大家都 all in 到股市里面去，透过股市来照顾选情。所以川普最在乎的是什么 ？K 线，他是 K 线大师。除了自己捞钱之外呢，就是照顾 MAGA 的情绪嘛。股市高则选票高啊，股市低那则选情惨，这个就是这种概念，它是非常直白的。然后给一些大型的 IPO，SpaceX 上来之后，他为什么跟马斯克又和解了？因为马斯克对他的情绪价值很有关注啊。有马斯克在美国可以继续宣称我们继续赢中国，不是吗？你看我们在航太领域、航天领域，我们继续的领先。SpaceX 是世界上最厉害、最屌的太空发射公司，确实很屌啊，也是。但是这个情绪价值是无限的，这个是无价的，它是可以换取选票、换取斗内。选举最重要就是无外乎就2种嘛，钞票加选票嘛。那这个情绪价值一高涨的时候，钞票就来了嘛，就是马上怎么川普1号手机给你买下去了。那这个就是这种概念，我讲这个很重要。但是科技的最终的运用是什么？它一定要落地。而在美国的话，除了给予情绪价值之外，它的科技依然是上一个世代的叙述，就是垄断才是最好的方式。这个是我觉得中美最大的差异。而中国的认为是科技要普惠，它才是最好的方式。当我的科技都普惠出去的时候，全球就是用我的体系，用我的体系又可以反哺到我这个体系的本身。我继续带着这个体系往前走的时候，虽然它不是这么的赚，短时间之内，但
但长期来看，因为你始终在体系里面，你是发源地，你是创始地，而且你有体量上的优势。中国有这种体量上的优势，有供应链的，有产业各方面的优势。所以刚才肖哥提到了这个科技展里面，他所要应对的国家，他要提供5000个 AI 的这种人才训练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所给予的对象是谁？都是南方国家。就是我想，这是中国在创造体系的时候他的想法。我想中国的想法是非常的跟美国的思维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我们可以看到结构层次上，其实就反映了中美竞争的底层逻辑思维。因为中国没有西式民主的选举压力，它并不需要为短期的利益、短期的操作来影响到自己长线的一个远程的目标的进行跟投放。而美国不一样，美国随时随地都在选举啊！我跟大家讲，美国的选举多到什么程度？我想不止大陆同学，可能台湾同学也很难想象。美国人检察官也在选，教育委员也在选，警察也在选，消防局也在选。警长、消防长，反正万物皆可选。而且美国有些地方哦，它人口比较多的时候，它的那个市政层级是很复杂的。它从最上层的联邦体系到州的体系，到郡就是县的 county 这个体系，到下面有 city 这个体系 ，city 下面还会有 district。区上面可能还有 community， 这个我们大陆应该叫小区吧，社区的小体，啥都能选啊。反正这个台湾已经够爱选了，但美国人比台湾人更爱选了。这个真的已经是选到无所不选，就基本上美国什么都能选啊，只要符合那个资格，你都能去选。当然，这种选法，我认为啦，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以前，就是说进入到这个资讯爆棚的21世纪之前，这种做法有没有它的一个治理上的一些小优势？我觉得还是有，因为在资讯不够快速传递的时候，你能够就地选举、就地解决、就地决策，这不外乎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在21世纪之后的今天，资讯的快速传递、普遍的通讯的这种快速、整体化的一个打造的方面的时候，你就显得非常的零散，而没有集体性。我想这个是为什么中国体制在进入21世纪的第2个25年之后，体系上的优势越发的呈现。而相对来说，美国的体系，你就会发现，它虽然它的 democracy 就是西式民主是已经相对于英国是更具有先进性，因为英国的产生是在新教徒革命权利法案之后定下来的嘛，而美国则是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高速发展的关键是谁呢？就是从麦金利总统，就是川普现在他的偶像嘛，就上一个商人总统到这个 Teddy Roosevelt 老罗斯福泰迪熊的那个原型，他们发展出来那个非常强大的这种联邦政府，这种帝国主义式政府，它那个形态所建构出来的。所以这就呼应到我上一集有讲到那个，就美国联邦政府，我认为是个巨型东印度公司的概念哦，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期这个想法，我今天就不展开。所以我顺着这个脉络讲的时候，我们就回归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你看，从 FIFA 聊到科技，就美国在应对的是什么？它应对的是概念，它不断在造概念，透过概念的高举，它可以凝结钞票跟选票，然后呢，经由钞票跟选票，它确实也能够推进科技的往前走，然后也可以推进国家往前走。但是它的关键在什么？它的关键在垄断。就我透过高举概念之后，我一定要垄断，因为我没有垄断，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这么长的、这么大的投入给回收回来。可是当你无法垄断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大放血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7巨头或7姐妹，虽然他们的债务面上相对来好，但在7姐妹之外的甲骨文已经惨到爆了。甲骨文现在它的公司债要10% 以上的这个利息啊，债务评级已经被打到最惨的这个程度了。那如果甲骨文是第一块骨牌，后面会不会有连续的呢？不要忘了哦，这个美国 TikTok 的收购的时候，甲骨文是负责收总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资讯，所以甲骨文很重要。那有人认为可能是第一块骨牌，当然后续我们还得看后。那 SpaceX 刚才肖哥说破发了嘛，破了发行价，那这是不是一个警讯呢？你这套系统还可以这样玩得转吗？但相应的中国大陆稳步的推展，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管在 AI 层次，在科技层次，虽然被美国制裁打压得很惨，但是也在这个逐步过程中稳步的往前走，也让美国人发现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几个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中美的一个竞争的图谱逐步在清晰化当中，就是在科技层次，还有在制度层次，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面向的一些具体的呈现。那最后呢，就是我来 echo 一个事情，就是那如果把这个在具体而为看到一个事情，你就可以更有感觉啊，就是台湾最近在发生的这个毒油危机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啊，如果说看到 FIFA， 我们看到的是现象层的部分，看到中美在科技方面是结构层次的问题，那这个台湾就是镜像层次的问题，就是彻底的映射出这里面。最近这个毒油危机，如果稍微有理解，我还出了一集这个在谈这个事情。简单来讲是这样，台湾其实油的市场比较小，所以呢，只有3家初级榨油厂，就是把大豆榨成食用油，然后跟豆粕，它就3家，一家是公营的台糖公司，它是造糖的，
但它有自己的债务。另外2家，一家是台湾知名企业统一牵头所形成的大统一公司，这家是有上市，大概占50%的市占率。另外一家就是这次出事情的叫中联油脂公司，它由3家公司组成的，福寿、福茂跟这个泰山企业这3家所组成的。那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它占了大概1/3的量，然后它的毒油早在4月的时候就出现了，然后他们在6月15号的时候，目前被查出来，内部品管会议上就已经确定有这个毒油，拖到6月30号才爆开。爆开之后呢，赖清德竟然还跟这3家，因为这个中联油脂是由刚才讲的福寿、福茂、泰山各持股1/3，而且是未上市公司，所以这是一个封闭的管理体系，这么大一间公司，然后他跟其中的一个福寿的老总，他现在呢是宠物协会的理事长，同场出席那个宠物展，就是在那一场上面，赖清德呢逛好逛满，还兼吃狗粮，就是那一场。他跟这个福寿的老董之间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为什么？福寿老董的太太姓沈，他是哪一家的呢？这个沈家背后是另外一个这个财团，这个财团目前正在积极的参与着赖清德推进的无人机产业当中。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就浮上来了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最近赖清德不断在强推所谓的国防产业啊，防务的一个产业啊，在强推无人机产业啊，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啊，高举高打现在大陆多可怕啊，说台湾人最好不要去大陆，台湾人去大陆都会失踪啊。我们都知道根本不是失踪，是失联。为什么？因为去大陆干一些坏事，不敢跟家人联络嘛，对不对？要么涉及诈骗、黄赌毒黑啊，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我还问过了台办人，你知道吗？问过这个本地的领导，问了他们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也劝他要多跟家里联络啊，他不联络，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没办法。所以为什么之前这个在台办记者会上面有没有还跟这个台湾的民进党陆委会激情对喷嘛？陆委会说我们有10个失踪，台办说那10个我都有掌握啊。那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赖清德要高举高打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毒油风暴从6月30号到录影的今天已经3个礼拜过去，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就一家公司你查不出来，它到底是原料大豆出问题，还是制作的程度出问题，还是储存，还是分装，总是有个地方污染嘛。因为它里面什么东西造成毒油，就是苯醛比。苯醛比是什么？就 BAP， 它就是一个高强度致癌物，它是种烃类物质。简单来讲就是烧焦啦，烧焦所造成的强致癌物了，就这么简单。那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啊？是豆子出问题，还是制油的时候出问题，还是储存的时候被污染，还是分装的时候出现状况？讲一下，这不是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不查？而且在毒油爆发之后，为什么跑去跟这个里面的大股东吃饭？不是说去跟大股东不是吃饭，吃狗屎。对，为什么去同场？赖清德在那边待了快1个小时，整个场逛好逛满，真是停好停满啊，全程老董陪坐啊。为什么这个福寿的企业老董那么给力啊？对不对？大家知道啊，这个他太太那边就厉害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沈家看起来就是反正就是现在赖友之一嘛。所以呢，在这样的概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这个镜像就很清楚，他只要不断的操作这些情绪价值，就会让这些青鸟嗨。所以你看赖清德的手下处理这事情荒腔走板。先是呢，它里面有一个叫吴峥的，他们的发言人跟这个台湾知名的媒体人啊，叫黄阳明，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当面直接说，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的。黄明整个抓狂啊，什么？喂，毒油你不抓，你不检查，你现在竟然敢呛我说你没有逼我吃，是什么概念？你没管好，说我没有逼你吃，那你这政府，那你干脆做甩手掌柜算了。那你当什么政府？这政府这么好当，这么爽的吗？然后后面道歉道得不甘不愿，说什么？哎呦，我为他的情绪失控啊，好，我这个跟他道个歉。你要道歉还要酸人家一把？但为什么黄阳明那么激动？因为黄阳明的爸妈很年轻就走了，都是癌症过世的。然后现在民进党发动这个青鸟，每天去出征他，每天去抢，甚至有多地狱的笑话，大家知道吗？大家可以到我的社群去看。竟然说你家10几个人啊？你家有的癌症死的吗？不然我转账给你好，帮你转账给你家人，然后放个烧冥纸的那个图片。说转账中，到了这种没人想，其实青鸟现象事实上就是一个我们前述马卡现象的一种镜像映射啦，就是他只要不乱让他的这一些支持者嗨就好了，所以他可以很用力去呛黄阳明，然后不用管说黄阳明背后他可能相对是台湾所谓的中间选民比较多。然后你也看到最近赖清德的秘书长叫做潘孟安，他的好基友，真是好基友，两个人很喜欢一起看球。然后潘孟安干嘛？记者去问他毒友，他去走击女记者，就再把他走掉。然后呢，记者在追问的时候，整个人涨得面红耳赤，当场甩脸就走人了，甚至呢还走错地方，那个电扶梯啊往下走，
他还差点要逆行上去，赶快从旁边夹道而跑。然后卓荣泰呢，前一天才在说，我们为我们资讯不够周全跟大家说道歉。隔一天又说这一档毁宪乱政，今天开始又来了，又在高举高打中国威胁论嘛。那其实这整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猫腻？这个食品业的老板背后，他的姻亲家族，就是他太太背后的家族，是在搞无人机，在搞这个所谓的国防供应链的。那国防供应链又跟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抗中保台事业结合在一起。然后为什么要抗中保台？因为民主的台湾不能变成专制的中国。这是他最新的口号，又在卖情绪，又在炒这个价值，然后所以呢，台湾人到大陆去会失踪，所以梁文杰啊，大家最熟悉的，喜欢深度研究澳门美眉的梁文杰，他又跳出来说，台湾人如果没事，不要去中国大陆。对，他得讲中国大陆，因为他是陆委会，他也得讲一下哈，不要去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被失踪。那到了这种程度了，所以我说这种这个我认为这是一种西式民主选票下面的一个很大的悲哀，就大家都走到了一个我觉得叫做一个死胡同里吧。就是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解决。我那天跟我的朋友聊天，他说这个美国的城市不是非常的好，他说你得注意安全。他说中国有这么严重的流浪汉问题吗？我说你要知道啊，就是解决流浪汉这个事情，还有解决这个房屋危机这个事情啊，就是花不了多少钱的，比轰炸伊朗的钱要便宜多了啊。现在你主要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然后呢，这个大家没有办法触碰结构性问题，所以大家总是在那些细枝末节或者说掩饰掩盖的那些事情上面花很多的精力，这个就已经是变成了这些问题了。甚至你看那个很多政策上面，它不讨论结构性问题，经济学也不讨论人的问题了，不讨论人的生活问题了，成天就讨论什么财政纪律啊，什么边际效益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每个人都在聊公式，每个人都在给你背课文。一聊政治的时候，每个人就把那些什么独立宣言或者说人权宣言的那些东西拿来给你背诵，就好像传教一样。但是你一旦让他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去解决具体问题。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聊的一样，两方都在走自己的叙事。就是德莫克拉西那套叙事，就是我给你个概念，然后呢，你如果吃我这个概念呢，你就买我的股票，或者你就给我投票。而中国大陆这边的叙事就是叫做实用叙事，就是你能不能做，你先做好一件小事，然后我能让你做更大一点的事情，然后你做好更大一点的事情，我让你做更大一点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就是看你到底最后能不能把事情做成，和另外一个到底你吃不吃我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在不断的聊概念，然后就会发现概念是站不住的，概念你一戳破，然后他就只能给你抛新的概念。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好，所以其实就刚才这个肖哥讲的问题，就是我们就可以把今天我们讲这个几个现象做一个贯穿。事实上，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整个西式的民主制度或德莫克拉西，它的框架造成它的这个时代的错配性，它现在很难适应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于说，你可以看到选票跟钞票透过情绪去操弄，所以原本只是一个短期操作，它长期不断的积累下来之后，它已经有点本末倒置了。那对应的话是在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个制度的一个长期化，所以现在西方一大堆大陆未变金嘛，之前我们谈过的 Dario 嘛，然后现在西方呢也开始谈说，我们也应该来一个5年计划、5年规划呀。但是你可以看到，盛行所谓西式民主的地方，都在讲赢的叙事，大家都道歉不了，大家都下台不了，没人愿意道歉，没人愿意下台，没人愿意负责，大家都不断在高举高打。所以这个就从美国、从 FIFA、从看到在 SpaceX 在这个 AI 科技，再到台湾的这个独有世界，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在贯穿。可是对比的话，就是说在中方这边，它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跟逻辑思维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个问题的状态。那这样子积小赢而成大输，我看起来这个方向是越来越既定的。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挑战还是相当多了，那更别说现在台湾目前的挑战。不过呢，没关系，反正我礼拜六呢又要去上街了所以这个辛苦。对，休息了1年，刚好725是什么？726的1周年前一天，对不对？刚好差不多1年。726去年在干嘛？大罢免。今年是什么？大抗议、大毒油，气死人了！真的是有够夸张的，上街频率越来越高了所以还是挺烦的不过能够走出去为人民做点事情为台湾社会争取一点活下来的空间，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使命感在的啦。OK，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这个赖拉在跟大家聊了很多希望给大家呢把这个世界纷乱的分散的图谱做一些整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都在发生，包含伊朗的战争又重启了嘛。其实你透过这套叙事，你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战争为什么又要重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给大家一点思考这个逻辑。那希望呢这个大家对岛岛连线呢继续来支持，记得帮我们一键3连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或者你就在我们今天所谈论到的地区、地方、国家的这个位置，你也欢迎分享你的这个意见跟看法给我们。那很感谢大家，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见面了。那我们就继续超越极限，变得更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